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的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看法，跟我们互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纪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卜仲老师，很高兴来到这里。还有政大国发所助理教授黄安雅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首先来看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啊，在画面上您所看到，左边这边特别点到了《亚洲时报》（Asia Times） 他们最新的一个报道，说台湾跟新加坡呢，在1975年所签署的星光计划双边防务协议，新加坡方面呢可能会以撤军作为警告，要求台湾不要再进一步的挑衅中国，并且可能加速将驻台训练的部队转到像汶莱或澳洲这些更安全的地点。好，这个星光计划其实是在1975年4月啊，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当时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签署了一项绝密的军事交流合作计划，也就是星光计划。那就是让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在这个星光演习的代号之下，到中华民国到台湾这边来进行军事训练。2003年之前呢，每年大概都有好几万人在台湾接受军事相关的训练。在2003年啊，因为当时的 SARS 的疫情，后来呢迁移到澳洲受训之后，每年就只剩下大约3000人左右。星光计划这个双边的防务协议合作之下呢，现在虽然说每一年大概只剩下3000名，但是呢，这样的人数啊，就是新加坡武装部队的人员轮替驻扎在台湾，以这种人数来说呢，没有其他的国家在台湾的驻军规模要比新加坡还要来得大。国防院战略资源所的所长苏子云对于这个报道呢，那媒体也问到他分析说呢，新加坡这次的动作可能是在试探台湾的底线。那外传这项调整呢，是跟新加坡的现任总理黄循财的态度有关呢。好，我先请教大使啊，这个苏子云所长说要测试底线，那测试什么底线呢？对，这个就跟这个报道它的原始的来源有关了，因为这个报道出现在这个亚洲周刊上面啊，它是一个读者投书啦。那可是这个投书的人他自己注明是一个新加坡的军人，那从他的名字看起来，他比较像是不一样，他不是用中文的名字啦啊。那他这个里面他的解释哈。说为什么新加坡很可能把这个星光计划停下来啊？原因他提了那么3点。对，那第一点就是说，原因是台湾持续展现亲独的立场，那新加坡恐难以再维持中立地位，不排除调整既有政策。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由于两岸万一因为现在的关系比较紧张，万一发生了这个军事的冲突的时候那新加坡有大批的这些一定数目的军人，如果当时在台湾的话，可能会让新加坡处于一个很这个困窘甚至很尴尬的局面。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投书人的原始的这个动机啦。他讲为什么会停止的原因。那当然，这一篇就在台北就引起了震撼，所以那个苏子云他就接受记者访问，他说这个是试探我们的测试底线，试探台湾的底线啦。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在测试什么底线，其实新加坡跟台湾的关系一向都非常好。对，当时50年前会有这个星光计划，事实上就已经展现台湾跟新加坡的特别的关系。那当然，这个关系当时发生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最初的原因是因为李光耀跟当时的蒋经国先生的私交非常好。是，那个时候常常在台北有人传闻说，在台北看到李光耀，在街头上，那就李光耀当时在台湾来，他当然不是用正式的这个访问的方式，他在台湾的出现的频率还蛮高的。那在这个50年当中，其实新加坡跟台湾的关系可能就是用一种国际关系上常用的一个名词，是属于蛮特殊的一个关系，因为军事关系是非常敏感的，非常敏感的。那新加坡它本身地狭人稠它没有训练基地、军人的场地，所以那个时候就李光耀就跟这个
蒋经国先生提这件事，那蒋经国先生就慨然就说，那可以用台湾的这个地方，因为台湾军事基地从来在非常的多，那它不主要都在屏东一带啦，当然就是说在这个湖口这个我们坦克基地那边也有人。所以在过去50年里面，我们台湾南部乡亲很多都很熟悉这一支在台湾受训的这个新加坡的星光部队。星光部队。那我前一阵还去了一趟新加坡，我在跟新加坡民众在有接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他们都去过台湾，年轻的时候去过台湾。为什么？他说他们那时候都是在台湾受军训，所以对台湾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那些新加坡朋友一听说我台湾来的，都对我很亲切。那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这是一个很特殊关系。那现在的原因，我想就跟这位投书的人的想法一样。1975年就开始展开相关的合作，算一算大概也超过50年，超过50年，半个世纪啊。如果真的如这个报道所说，考虑要撤出的话，它对台湾的影响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新加坡跟我们这个关系是这么密切啊。我觉得这在双边关系上不会有什么冲击啦，不会说造成我们跟新加坡关系之间的一个危机或怎么样。倒是我觉得他做出这个决定后面的考量是给台湾的一个警讯，也就是从新加坡他这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两岸关系事实上是越来越危险，对，越来越危险。而且他后面的一个原因也是怕将来两岸就是说进入到战争的状况的时候，新加坡还有一个部队在台湾这对他那么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挑战。是。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他也提到，现在台湾政府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所谓的认同跟这个政策的一个指向他也认为会让新加坡过去在两岸之间维持中立，那么甚至他对台湾的这个看法会造成很严重的这个冲突。那这也是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很不幸，它变成一个事实的话，我觉得给台湾是很大一个警讯。大使点到的重点就是新加坡向来在两岸之间，其实它扮演一个非常算吃重的，或是说关键的一个角色因为大家还记得吗？2015年11月7号，马英九和习近平两人呢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会面。当时马英九是专程飞到新加坡，那习近平呢是在结束了到越南跟新加坡的国事访问以后呢，才跟马英九来会面。双方在这场会面上呢，是以台湾领导人与大陆领导人的这个身份来见面，而且彼此呢是以先生互相称呼对方。当时林显龙在脸书上还贴出了跟马英九喝茶的照片他说难得有机会跟老朋友马英九喝茶叙旧，希望会议的成果能够为区域带来稳定和和平。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主政现在的总理是黄循财黄循财当然面对就是新的两岸关系，现在大不如前的两岸关系，黄循财会如何在其中站在新加坡的利益去考量那找到一个对中跟对台的新模式呢？庄老师，是我先帮大家温故知新一下诚如刚刚荣哥所介绍马习会点点滴滴，其实我想两位来宾也知道，2004年的时候，我们跟新加坡还有这个外交部长还有口角的冲突记不记得当时我们的陈水扁总统任内的外交部长陈唐山形容新加坡是一个比屎大的一个国家，的确，因为它只有735平方公里而已那当时为什么没事讲这句话呢？因为当时他们的外交部长杨荣文在联合国会员大会发言的时候，批评台湾政府的台独倾向政策，会帮区带不安。那隔天呢，我们的外交部长 Mark Chen 陈唐山就回应说，这个比屎大的国家竟然敢在联合国耀武扬威批评台湾，甚至讲出更不堪入耳的一句话，说这个像是在捧这个中国的生殖器官那当时的事情闹很大，对，是逢迎拍马的奉承行为。那当然，后来杨荣文部长也讲说，新加坡对台的政策是世界各国都知道的，而且呢，这个台独会带来危险，不是你讲这些情绪话就可以化解我们疑虑。当然，事过境迁，现在20个年头过去了那黄循财现在是这个总理那特别介绍他是目前53岁，是当打之年，而且还兼任财政部长，还有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华裔政治人物那过往呢，大家都把他评为说他是李龟黄水李显龙的这个规矩，黄循财照常这个
follow 依循。对，那当然呢，过往跟台湾有2次的不愉快的记录，特别可以把它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点呢，他曾经说，这个如果台湾不搞台独，中共不可能单方面贸然行动，被我们政府批评为误导舆论哈。那把这个区域和平单方归责在台湾身上。此外呢，他在跟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之后，记者会也声明，拥护一中政策，而且坚决不违背。那所谓一中政策，大家都知道嘛，世界只有一个中国，然后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因此，既是如此的话呢，我们认为未来应该还是继续奉行一中政策，但是呢，对台湾还是政经分离，也就是政治归政治，但维持经济文化的一个密切结合。特别要说，他这边讲老朋友应该是政治人物之间的司仪啦，因为马英九总统任内，这个李光耀前总理过世，当时马英九总统的专机还飞到新加坡吊唁，虽然很低调不张扬，双方都不张扬，但是还是用国家元首规格来接待他，所以是政治人物司仪。至于新朋友不可能，因为北京政权早在1991年就跟新加坡建交了，所以这应该是这个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理解而已了哈，不代表国家政策。对，新加坡在两岸之间呢，一直在拿捏这个彼此互动的一个模式，还有就是说彼此之间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互动啊。当然夹在两岸中间，也不断在去厘清自己在当中的角色。曾经担任过政大国发所教授，现在是驻新加坡代表的童振源，他就指出呢，在对美关税上，其实新加坡这次也被美国课了10%的基础关税哈。那新加坡政府呢，就在这之后呢，迅速成立了新加坡经济韧性工作小组，推出了最高可以获得10万新币的企业应变补助金，鼓励企业呢以调整岗位还有技能提升来取代裁员。2025年去年的5月，新加坡也和欧盟签署了数位贸易协议，在新兴产业领域呢加快制度的建构。那有一位这个院长叫廖振阳，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他说，小国生存之道之一，就是让大国意识到，强迫小国屈服所付出的代价将超过这个大国获得的利益。所以，安耀老师观察新加坡这几年在刚刚提到是两岸，其实呢更应该拉高层次去看，在中美的博弈下，新加坡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啊？就地缘政治的战略调整上，你觉得新加坡有哪些是值得这个各国不只是台湾借鉴的呢？这个国际现实下哈，就大国要能容忍小国，小国要能体谅大国。那过去诚如您所说的，新加坡是在美中博弈之间取得一个战略平衡，那它可以享受中国带动的区域的经济的利益，也享受了在这个美中贸易战，因为国际化程度高，有好的 infrastructure， 对，享受到国际红利哈。那它的风险是什么？在美日同盟下，新加坡递了一个投名状，失去了亚洲瑞士中立国的一个地位。那如果你失去了一个中立国的战略地位以后，你就没有在美中博弈下所谓的中立国的一个价值溢酬。那美中博弈永远会留下一些口子，比方说马来西亚、印尼，他会去抢新加坡的运输的地位，而阿拉伯世界里面的杜拜，他会去想要瓜分一些金融红利，甚至像越南。因为美中对越南都有欠下一些人情债，或许它中立国的价值溢酬可能会更高。对，而失去了中立国地位的新加坡，它的代价是会大于它的利益。OK， 等一下回来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啊，刚刚提到了在美中博弈下，其实汇率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最近就看到了，时隔32个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再次突破了7.0的关卡。这件事情怎么观察？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节目来关心最新的人民币走势啊。最近看到中国大陆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新公布了23号这个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1美元兑换人民币6.9929元，调升了90个基点。这也是时隔大约32个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呢再次突破了7.0。
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策略分析师叫缪延亮，他认为人民币呢当前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还比较小，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储备地位存在的历史新机遇。而这个《金融时报》也分析说，2025年呢，中国大陆经常账的盈余可能会创出历史新高，这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支撑力道。比较大规模的中国大陆经常账这个账户盈余呢，渴望能够继续提振2026年的人民币汇率啊。所以西方媒体之前也曾经预言过，说2026人民币将会有强烈的支撑力道。这是不是就等于宣告了美国之前不管怎么样技术的关税也好，地缘政治的打压呢，都影响不了人民币的走势？安阳老师，你觉得？第一个，人民币会走升哈。在这个美国关税新世界的一个架构下哈，它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当然是让美国的制造业复兴，第二个目的就是美国还是最终要平衡它的这个贸易哈。那所以关税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是美元会贬值，但是不影响美元准备货币的一个国际的地位哈。那我们再看中国，它在“15+5”计划里面最重要的是内需，并不是外销。为什么？因为目前民间 consumption 占 GDP 的比例是40%，一个已开发的国家大概是60%左右，所以它有很大的空间要把消费要带上来。那人民币升值符合这个原则。然后也符合人民币国际化哈这个大架构。那另外在美洲贸易战里头，因为加了关税以后，还有在美国投资以后，美国会有一些通膨，但是中国因为产能过剩，它反而因为降本增效，它反而有一些通缩。那我们也知道说 ，Fed 它新的 chair 会用各种不同的说法，会把息会降下去。它为了要降息，它必须要做所谓的 QT， 就是 QE 的倒反。那这个会回到什么状况呢？要回到美国需要发超长债公债，请中国来认养，要回到以前过去的关系，就是说美国开始会需要中国来仰赖，买它的公债，因为自己的 Fed 不能去做那个角色了。那这个是回到20年前的2个人的关系，就是说美国金融风暴以后，美国发现自己可以发债。自己可以买债，我不需要中国。对，可是它会回到20年前以前的关系，所以也就是说，人民币必须要走升，才会去比较划算买美国的公债。所以长期来看，我认为人民币会走升到6，那人民币的这个购买力会更强。OK， 所以您刚刚特别提到，是尤其在2026要观察重点就在于中国大陆会全力的拉抬它的内需市场，这个部分是毋庸置疑的。应该正确来说，未来5年，这是一个大方向、大趋势。OK， 整个大趋势。然后未来5年的大趋势，就亚洲的货币相对于美元会升值。OK， 中国大陆不断在拉抬自己的经济力道，这次也听到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面，中国大陆国务院的副总理主管经济的这个何立峰，在演说当中，他也再次的重申，他说大陆会继续的对外开放。表示呢，中国大陆不仅愿意作为世界工厂，更愿意成为世界的市场。但何立峰也说在很多状况之下，其实是中国想买，但对方不愿意卖意有所指的是什么呢？令人吃惊的是呢，这个美国财长 Bessent 最近也透露，他说中方呢已经履行了购买大豆的承诺，而美方期待中方在2026年购买大约要2500万吨的大豆。Bason 也表示，中方的稀土金属供应按照预期进行中，交付率90%以上，这相当令人满意。好，现在看起来好像开年才第1个月，那么大豆稀土的问题似乎是摆平了，真的是如此吗？中美双方现在在形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氛围我们怎么观察？是因为达沃斯论坛一般国内媒体会翻译成世界经济论坛，只不过因为在瑞士的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所以也有会称为达沃斯论坛。那么我们从中美2国的这个高阶官对来看，基本上还是抱持友善态度了哈。不过我们会综合媒体的报道，会把它归为外交辞令，因为不要忘了4月前后会有川习会，总是要营造一个友好的氛围来铺陈未来的川习会。那特别是里面提到说有2点，刚刚荣友特别提到，这个美方需要中方这个履行大豆买卖的契约，好，那特别要跟观众朋友报告，就是说2025年的配额是1200万吨，好，那希望2026达到2500万吨嘛。那经我查核呢，最盛期是4000万吨，所以即便如此，
离巅峰时期还是有一段距离。对。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进口国。那美国的大豆呢，光中国就吃掉了大概将近1/4。不过中国这些年来做一个风险的管控，多元的进口，包含阿根廷、巴西都有进来，所以这一点必须这样解读，也就是说达标，但是呢没有达到过往的巅峰。那此外呢，稀土方面呢，虽然现况来看也有履行承诺的交付，但是呢，未来会不会如此？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卡脖子的手段，变成中国的一个杀手锏？这有待进一步观察。那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何立峰讲到说，中国想买，对方不愿意卖。其实前面他还讲一句话了，中国不会刻意营造贸易顺差。那2025年的中国贸易顺差达到1万亿美元。那1980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还贸易逆差10亿美元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是中国制啊，Made in China的东西价廉物美，很多国家用得很高兴。是。好，那但是呢，又担心出口高阶的这个物品，这个让中国呢获得更强壮的一个工业基础。那什么东西美国不想出口到中国呢？第一个，这个像艾斯摩尔这些光刻机等等啊，这些美欧诸国不想卖。再来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制程，还有航太科技的这些发动机，比如说中国商飞 C919就因为被卡脖子居不想输入发动机，让它出货大为减少。我想这个地方都可以值得再观察。对，2026开年才1个月哈，已经快要结束了。那看起来这第1个月似乎是有稍微缓和，因为今年对于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美国知道，大家知道今年有非常重要的其中选举哈。那大使又是怎么看着2026开年是中美双方在经济上面交手的这个起手式？起手式应该算是还是一个握手言和的一个状态了。那而且是双方尽力在维持各种的这种矛盾中间的一个平衡。那当然就是说，2025年10月在吉隆坡的上一轮的经贸谈判，双方已经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成果。那这一次何立峰跟这个贝森特见面其实就在 compare note， 就是说大家对于彼此承诺事项实践的情况如何？那甚至有人就比较乐观说，可能2、3月第6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可能还会举行，以便在为4月川普到中国大陆访问奠定一个平衡和缓甚至有这个正面迹象的一个两国关系，把毯子先铺平一点。铺平那当然就是说，今年美国是大选年，所以它比较容易受到这个经济情势的影响。那这个不是大选，就是期中选举，也算是重要选举那它必须在经济上维持能够好。如果不能够有斩获的，也要维持一个平衡。那这个中间，中国大陆扮演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农产品还有这些产业界上面中国大陆抓了2个很重要的牌，一个就是农产品采购，另外一个就是稀土的供应的这种顺畅。所以这2个牌让川普看到了威胁，也看到了机会。那如果中国大陆在这个农产品方面给予美国比较多的这些采购，对川普的选情是有帮助的。所以整个2026年开始我觉得美国考量的就是川普的今年2026的期中选举，还有他4月份要去中国大陆访问的那个气氛的营造。对，所以算是很乐观，很乐观。那中国大陆今年的可能就是15-5的开年，那也会集中在经济上面。所以双方在经济上我觉得还是中国大陆一句老话比较接近事实，就合则两利。对，斗则俱伤。那所以如果有人期望今年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是动荡的话那么各方面是冲突大于妥协的话，那我想这样子的想法人一定会失望。对，确实这个对于中美两强来说，今年如果还是像去年2025要斗得这么凶的话，其实对双方都不太好。那当然，这个美国波士顿顾问公司在这个时候也提出了他们的一个观察，说各国未来在贸易领域方面的去美化值得大家来进一步的探究。那这个去美化呢，使得美国到2034年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占比可能从12%降到9%。德意志银行全球货币研究的主管叫做 George Saravoulos， 他就分析呢，他说欧洲拥有格陵兰，也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
那欧洲国家持有大约8兆美元的美国国债跟股票，是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的2倍。当然，这个因素呢也被认为这次川普呢在格陵兰议题上面，本来说要课欧洲200%的税，关税哈，但是后来又塔口的这个原因啊，这个其中之一就是因为欧洲很多国家拥有大量美债。好，所以外国所持有的庞大美债，真的就是美国现在非常膈应的软肋吗？潘老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提到所谓的稳定币哈，就是有所谓的 USDC，它是在美国境内，银行跟信用卡它都会跟它接轨，它受美国政府接管。那 USDT 呢，它是在美国境外，它可能是跨境也好，黑市也好，它是非美国监管。那因为 USDC 跟 USDT 它会越来越普及，它会让美元的使用率增加，而它又是 link 美债。所以它反而是有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就让以前是央行机构在买美国公债，变成世界的人民会去拥有一个美国公债，反而让这世界从以前的黄金美元是为了储存，石油美元是为了采购，到现在的数位美元让它普及化。那美国呢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也是全世界最强的军事国，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那过去美国是发美债，拿外国人的储蓄维持美国人的购买力，它是一个贸易赤字。现在美国开始课关税，还是拿外国人的储蓄到美国来设工厂投资，然后呢，再让美国的商品可以卖到全世界，它是个贸易红字。所以它为了要平衡贸易，最后美元还会做一个贬值，但不影响它准备货币的国际的地位。所以说，这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借美元的人他反而很开心，因为他还的钱变少了。那有美元资产的人也很开心，因为在美元计价中，你反而升值了。是我进一步追问您，就是说，因为美债的这个风险，就是担心美债的疑虑，包括刚刚提到了受制于人啊，美国一直在推动，就是希望把稳定币然后纳入在未来的全球金融体系，这个部分的理想算盘有可能实现吗？对，第一个它已经在发生了，就是说，因为稳定币在美国境内，因为它的交易成本相对于传统的 SWIFT 这种系统，对，它成本太低了，所以说它在境内已经在发生这个事情，境外也在发生中，也是一样的一个逻辑性，所以就是它用普遍性维持美元的流动性，那反而从美国角度来讲，以前你还要买印钞机，还要买纸，还要把它印出来，一张100块美元的成本是1块钱美金。现在的成本更低了。对，所以其实说穿了就是美国的如意算盘，就是希望维持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在货币当中的霸权地位，数百年如一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